大家都愣了，这咋的了？他们不是贝吉塔的朋友吗？怎么突然就干起来了？贝吉塔纠结万分地看着比鲁斯，倒霉的萨胆被撞晕了，悟饭一口一个岳父大人，听着怎么那么别扭？布尔玛吵了贝吉塔一顿，你赶紧去收拾那个家伙。贝吉塔果然是个宠妻狂魔，嗖的一下飞上去了，上去就开始给比鲁斯道歉。您大人有大量，我替他们给您赔不是。滚开！我让人给你做布丁，我让你滚开！贝吉塔无奈地退了回来。比克发现贝吉塔和丹蒂都很害怕那个人。布欧突然从水下飞了上来，使出一招铁头功朝比鲁斯撞了过去。比鲁斯一个回旋踢将布欧踢飞在地，气氛一度紧张到极点。乌田和特南克斯进行了合体，骚气又帅气的乌田克斯出场了。乌田克斯使出一招无敌转转拳打了过去，丝毫没有反应，又使出连环夺命拳，被比鲁斯2个手指给夹住了，任乌田克斯怎么用力也拔不出来。比鲁斯松开后，痛得他龇牙咧嘴，眼泪都下来了。乌田克斯说：“你真是个肮脏的家伙。”比鲁斯说：“没大没小。”直接朝他手臂打了过去，连续打了几十下，乌田克斯的手臂肿得跟个大圆球似的。比鲁斯要毁灭地球，大家岂能坐视不管？一拥而上，来了个群殴，结果可想而知，都是韭菜。布欧从刚才的重击中苏醒过来，这次彻底把布欧惹恼了，起身就要去揍他，又被挨了一拳，俩人扭打在一起。不一会儿，布欧像死猪一样被倒颠着，悟饭也彻底愤怒了，立马提气就要去打他。布鲁斯给了悟饭一个布欧大肉球，回手又将布欧扔了出去。这是完爆的节奏啊，毫无还手之力。贝吉塔看着受伤的大家，想想自己还是赛亚人王子，竟然吓得不敢动手。贝吉塔立马愤怒了起来，豁出去了，死就死吧。贝吉塔起身就要去打他，比鲁斯还是那个眼神，整得贝吉塔全身无法动弹。比鲁斯说：“这就是所谓的战斗民族，真是笑死我了！你跟你那个死去的父亲一样，连我身上的一根毛都碰不到。”贝吉塔的内心是完全被震慑住了。比鲁斯转身就要将地球给破坏掉。贝吉塔说：“能死在破坏神手里也值了。”比鲁斯正发功呢，突然一个急促的脚步走了过来，啪，给了比鲁斯一巴掌。哇哦，原来是布尔玛，看来布尔玛才是宇宙第一啊！布尔玛说：“我的生日派对全让你搞砸了，你给我滚走！”布鲁斯反手就要给布尔玛一巴掌，贝吉塔大声嘶吼着：“给我住手！”啪，一巴掌将布尔玛打飞了。贝吉塔看着这发生的一切，看着自己心爱的布尔玛，内心彻底的愤怒了。比鲁斯，我绝不会放过你！贝吉塔因为布尔玛被欺负，内心极度愤怒，彻底激发了身体的力量，与比鲁斯进行舍命一搏。贝吉塔使出浑身的力量，没想到真的将比鲁斯打飞了。比鲁斯都不敢相信，纳尼？贝吉塔又瞬间出现在比鲁斯身后，致命一锤将比鲁斯打进海底。俩人在海底进行了激烈打斗。什么破坏神？我看你还敢撒野！砰的一拳就将比鲁斯打出了海底。两个人的动作实在太快了，完全看不到身影。贝吉塔聚集全身的气，发出连续死亡冲击波。比鲁斯用手臂进行阻挡，贝吉塔又接着发出超级大绝，顿时地动山摇，黑云遮天蔽日。烟气弥散之后，比鲁斯又出现了，这下地球彻底没希望了。维斯依然优雅地吃着美食，而贝吉塔这次真的慌了，冷汗直流。比鲁斯说：“好久没这么爽了。”总算使出了1成的力量。纳尼？我们贝吉塔可使出了浑身解数啊！比鲁斯一拳将贝吉塔打倒，重重地落在了地上。比鲁斯宣布：“我决定现在就摧毁地球。”大家个个神色紧张。比鲁斯突然又改变主意了，这有这么多美食，毁了挺可惜的。布尔玛说：“对啊，地球的美食多着呢，尤其中国美食甲天下。看在美食的份上，给你们一个机会。”比拉夫一会儿划着小船赶紧溜了，说船上都是一群怪物。大家个个盯着比鲁斯，猜想到底给了什么机会呢？比鲁斯抬手一指，让粉红色小猪上台。原来是剪刀石头布，输了就要将地球破坏掉。但是乌龙不想比试，一群人给乌龙加油打气。乌龙说：“那地球毁了不要怨我啊！”乌龙步履沉重地走上了台，每个人都捏着一把汗。第一次比试开始了，大家紧张的大气都不敢喘一下。两个人出的都是剪刀，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。维斯打包的寿司做好了，店家说：“欢迎下次光临。”维斯看了一下台上，下次估计只有50%的机会了。第二次两人又是平手，布尔玛说：“乌龙，你如果赢了，我可以给你任何东西哦。”没想到话音刚落，第3次比试竟然输了。这次大家全部吓坏了，笨蛋，你3次都出一样啊！阿里又是骂他又是打他，还揪他猪耳朵。比鲁斯升到了半空中，慢慢汇集破坏弹。库林说：“就算我加入，大家一起上也没有胜算吗？”里克说：“那也是白费力气。”琪琪绝望地抱着雾天，大家也都绝望地看着慢慢变大的破坏弹。突然，悟空出现了，地球的大救星来了。他自信地看着比鲁斯，
悟空的出现让大家感受到了希望，他请求比鲁斯大人耐心等一下，转身又问布尔玛龙珠在哪里。悟空到底有什么办法拯救地球呢？悟天和特南克斯将7颗龙珠拿了出来，悟空对着龙珠说：“神龙出来吧！”一道金光乍现，神龙帅气的出场了。神龙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愿望。悟空问神龙知道超级赛亚人之神吗？麻烦让他来一趟。神龙说易如反掌。悟空听到高兴坏了，说这次地球不会被比鲁斯破坏掉了。神龙听到比鲁斯3个字，神色立马紧张了，四处张望找比鲁斯大人。看到如此慌张的神龙还是头一次呢。神龙说：“我没有办法将赛亚人之神叫出来，因为他只是个传说。”比鲁斯听到，缓缓地站了起来。神龙紧张的汗都出来了。神龙说：“我可以告诉您如何造出此神。要想造出此神，必须找到5名有正义之心的赛亚人，手牵着手，将正义之心注入另一位赛亚人心中。”神龙说完，又跟比鲁斯大人客气了几句，赶紧溜了。悟空听得云里雾里的，大家准备好，这就开始了。比鲁斯边吃零食边看着他们表演，每个人都变身超级赛亚人，他们中间产生了一股强大的气流，悟空的气也变得无比强大。比鲁斯和维斯感觉不对，维斯告诉他们不是这样的，5个人的正义之心注入另一个人体内是需要6个人，大家都愣了。比鲁斯感叹你们命运真不济，起身准备将地球破坏掉。比迪里突然走上前来说，我肚子里还有个小 baby 呢。这下把一家人高兴坏了，一时间完全忽略了破坏神的存在，一下把他惹恼了。悟饭说加上比迪里试试吧，大家又牵起了手，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看着他们。破坏神突然感受到了，从比迪里的肚子散发出一束光芒，像一个火热的种子一样，每个人都被一层防护膜包裹住了。悟空慢慢地升了起来，一束光芒照耀天际，金色云从四周汇集在一起。真的成功了，每个人都惊讶地看着，比鲁斯都禁不住拍起了手掌，悟空也迫不及待的要与比鲁斯一较高下。变身成神的悟空到底有多厉害呢？不过看着确实清秀了许多。2个人都蠢蠢欲动，急于给对方露2手。2人同时升到了半空中，大家都满脸怀疑，这是超级赛亚人之神吗？感觉还没库林强呢。还是要漂亮的维斯给他们解释一下，你们懂个球，普通人完全感觉不到神的气息。老界王也给吓晕了，这一打估计山崩地裂啊！这2人动作够慢的，大家都聊了这么半天了才升到半空中。悟空准备出击了，结果扑了个空，刹车都刹不住，原来还是无法控制住自己的身体。悟空接着又发出一个气功波，试一下自己的力量，看这球的大小，力量确实挺大，把地球的人都给吓了一跳，差一点就毁灭地球了呀！大家这就准备开打，你一拳我一拳，相互给对方按摩，这完全没有露出实力啊，整得大家都郁闷了。2人玩呢，在这儿，悟空感觉不着，脚底抹油开溜，正想对称的竟然还躺着飞，给你一拳，啪，又是一脚，咣！悟空急速坠地，这下把大家都懵了。超级赛亚人之神呐，我们的希望啊，就这样完了吗？难道？淡定，这是龙珠一贯的调性。悟空飞上来又给比鲁斯过了2招，比鲁斯的拳风太厉害了，把悟空的衣服都点着了。2人还相互吹捧上了，你好强啊，你也好棒啊，这样打也不行啊，这太小了，施展不开啊。那咱们去高空中较量一番吧。2人商量完，一溜烟没了。你们完全不照顾吃瓜群众的感受啊，这下完全看不到了。布尔玛开上宇宙飞船，这吃瓜群众的劲儿够大的。悟空说：“我可以看到你的动作。”比鲁斯试了他一拳，果然被悟空给接住了。悟空反手一拳将比鲁斯打出去了。这波操作彻底惊呆了小伙伴们。贝吉塔依然站在地下装着逼，嘴角来了一个欣慰的上扬。比鲁斯感觉有点意思啊，又给悟空一个棉花糖尝尝，震得布尔玛的小飞船都成漂流瓶了。悟空用着全身的力气将这个球推走了。悟空接着又开始嘶吼了，不对，是开始提气。激烈的打斗又一次开始了。悟空一不小心将比鲁斯的脸划伤了。纳尼？我可是靠脸吃饭的呀！这下比鲁斯彻底生气了，上去就是一拳。哪知悟空早有准备，使出了一招大擒拿手，然后砰砰砰给比鲁斯3个脑瓜崩，又来了一掌。比鲁斯说：“你小子还挺记仇啊！”悟空变身成神，给比鲁斯来了一场肾与肾的较量。小飞船突突的冒着黑烟，看来是被震报废了呀。
布尔玛能不能快点儿？照你这速度过去都打完了。话说你们都会武术，飞过去不行了吗？哟，布尔玛怼了真好啊你！午饭尴尬又不失礼貌的笑了一下，嘿嘿，这不是腿下软了吗？这不是。贝吉塔的眼神真好使啊，人家都上天了，他还站地面上看了，就好显摆啊。悟空是真准呐，俩人就这样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哎，恁俩到底打不打？不打我下线了啊！悟空赶紧提气，砰砰给了比鲁斯2拳，俩人又是一顿激烈的打斗。看来比鲁斯是只有挨打的份啊！哎呀，你这个苗星人是真抗揍啊！比鲁斯只是为了激悟空，这看来激了还不够啊，又给悟空一个超大的棉花糖。悟空说：“你对我真好啊！”悟空接到球后使出了吃奶的劲儿，一个用来把球给捏爆了。我去，真厉害啊！比鲁斯都吓着了。这人家都快打完了，这吃瓜群众还没找到呢。这终于在吴天的提醒下，发现他俩在那边打了。但作为一般人，这看不见人家俩的影儿啊。俩人打得真凶，这还搬起手腕来了。比鲁斯大叫一声，悟空上去朝他脸上踹了一脚。你吼啥你吼？这吃瓜群众看了现场直播，真是非一般的感觉啊！再看这俩人打了，哎呀，那是神呐！能注意点形象不？悟空发现这比鲁斯根本没用劲儿啊！哟，你小子还挺聪明啊，这都被你看出来了。悟空又说了一堆拍马屁的话，比鲁斯说这些废话呀你，然后朝悟空的后脊梁发了一个气功波，疼了悟空吱哇乱叫，又接二连三的朝悟空打了过去。悟空都快被他打晕了，还不放过人家，又朝了悟空的脸打了过去。你这人真记仇啊你！悟空砰了一下被砸到了地上，这比鲁斯还哼着小曲儿，又朝悟空打过去了。比鲁斯接着又用上了铁头功，接二连三的又朝悟空顶了过去，把悟空都顶到太空上去了。比鲁斯准备发射大量的能量炮，悟空不能让你太放肆喽，弄好了龟派气功，一下全部解决了。这悟空也是累到叫娘啊！比鲁斯连个喘气的机会都不给人家，直接朝悟空的心脏插了过去，没错，就是心脏。悟空毫无反抗的掉下去了，一下扎进了海里。这悟空咋了能轻易倒下来？这主角光环的力量可不容小觑啊！这又满血复活了，并且要彻底的与比鲁斯来他一场。比鲁斯与悟空在太空中展开了一次激烈的打斗，两个人的气场太强大了，把整个空气都烤焦了。飞船摇摇晃晃，把悟天给吓坏了。一行人在飞船里吵吵闹闹，比鲁斯说：“我们还是换个地方吧。”贝吉塔依然站在甲板观看，维斯问他：“你脖子酸不酸？”贝吉塔依然纹丝不动。维斯使用权杖直接打开了两个人打斗的场面。维斯说：“这画面看着真清晰啊！”但贝吉塔依然纹丝不动。我都怀疑贝吉塔是不是睡着了。两人同时升到太空中。话说，成神的悟空也可以在太空中生存了。两个人同时提技，准备一场真正的较量，朝对方飞速前进。两个拳锋撞击在一起，产生了一股强大的冲击波，他俩都被弹开了，地球上的人都被震倒了，太阳的火焰都被冲散了。界王神星都感觉到了冲击波。老界王神说，他们两个如果碰撞3次，地球、人类、神，甚至比鲁斯和悟空都会通通消失。两个人再次聚集气息，每个人都竭力嘶吼。第二次撞击再次产生了巨大冲击波，整个宇宙都产生了剧烈波动，地球上的人都被震倒了。记者赶紧给撒旦通电话。记者问撒旦先生，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撒旦说，他正在制服一群歹徒。还没等记者问呢，撒旦就说信号不好，给挂了。两个人累得气喘吁吁，又在蓄力准备发射第3次冲击波，这可吓坏了小界王神呢。第3次该有点不一样了，两个人的气息均化作了一条巨龙，神龙盘旋于太空中，忽然又转入两个人的体内。两个人又持续提气，急速朝对方撞了过去。这次没有产生冲击波，而产生一条平衡线。比鲁斯转手打悟空一拳，被悟空及时闪躲，并还给比鲁斯一拳，一下把比鲁斯打飞了。老界王神也难以置信，第3次冲击波因为两个人完全一致的力量竟然相互抵消了。比鲁斯因为悟空的力量愤怒了，化作一道闪电，两个人又展开了激烈的打斗。悟空一不小心又将比鲁斯的脸划伤了，比鲁斯猛地后退，准备好一个破坏弹。悟空也准备好了龟派气功，两个人同时发功，这场面真是壮观呐！两个大绝完全撞击在一起，这又一次产生了强大的冲击波。界王星、地球、北界王星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，一颗遥远的星球都被震碎了。老界王感觉宇宙已经朝不保夕了，话锋一转，送给小界王神一个送行礼物——小美眉杂志。啪一下被小界王神打丢了。这边两个人还在僵持着，
宇宙的命运到底会怎么样呢？两位超级能量激烈碰撞，把宇宙推向了毁灭的边缘。悟空依然在苦苦支撑，看两个人的状态，战力应该是2-1的差距。两个人的大绝汇成了一个能量球，能量球巨大的能量将空间都割裂开来，散发着巨大的冲击波。撒旦一行人与维斯通过权杖，正看着打斗的两个人。维斯说道：“完全没有想到成神的悟空会有这么大的力量，两个人目前的能量完全可以将宇宙毁灭掉。”撒旦听到都惊呆了，扭头过去看一下比迪里。撒旦应该是在担心他女儿吧？撒旦内心痛苦万分，突然给维斯跪下来，请求让他们停止打斗。维斯说他也无能为力。撒旦灵机一动，拿出一张终身免费自助餐券交给了维斯。维斯看到非常开心，但是维斯说我还是无法阻止两个人。悟空依然吃力地与比鲁斯对抗着，两个人稍一用力，地球上的山和树都被震碎了。比鲁斯称自己已经感到了逆反，突然使出100%的力量。悟空也使出了超越自己极限的力量，从他们中间产生一团白光。撒旦看到不知所措，担心会伤害到比迪里，立马冲到了比迪里身边。我对这位父亲也肃然起敬了。悟饭也飞过来保护比迪里，所有的事物都在渐渐变白，世间万物犹如消失了一般，整个宇宙都笼罩在白光之中。白光消失过后，世界又恢复如初了，世间依然那么美好。撒旦赶紧打起了电话，要组织新闻发布会，声称是自己拯救了地球。话说撒旦总能捡漏，看来鸟山明要将他救世主的身份坐实了。比鲁斯告诉悟空，他已经将这里的一切能量化为零了。悟空问他是怎么做到的，比鲁斯说他使出了全部的力量。悟空与其他人这才清楚，原来比鲁斯一直没有使出全力。比鲁斯说，身为一个神，我怎么会让自己败给赛亚人，那岂不是太丢人了。比鲁斯现在不在乎那么多了，哪怕使出全力也要赢得胜利，以证实自己绝对的实力。两个人又开始了，相互朝对方打了一拳，双方都感受到了现在的力道与之前有了很大的提高，两个人你来我往，打得不亦乐乎。悟空突然失去了赛亚之神的能量，地球上的伙伴也感受到了悟空的气息，产生了一丝丝恐惧。悟空失去超级赛亚人之神的能量，就无法与比鲁斯战斗了，但悟空毫无察觉，一如既往地朝比鲁斯进攻着。比鲁斯也感到不可思议，失去神之力量的悟空怎么还能打到自己？原来悟空是将超级赛亚人之神的力量融合进了自己的身体。双方了解清楚之后，又开始了神与神的大战。悟空已经将超神的力量完全融合进了自己的体内，虽然只是超二的形态，依然与比鲁斯打得不相上下。两个人依然在激烈的战斗，从天上打到海底，两个人打得异常激烈，海里的生物都惊恐万分地逃跑了。由于长时间在水下，悟空无法进行呼吸，不一会儿就失去了战斗能力。悟空想找机会飞出去，比鲁斯完全没有让悟空逃跑的意思，卡着悟空的脖子带上了水面。两个人在水面之上又开始了打斗，悟空已经筋疲力竭了，非常吃力地与之抵抗着。赛亚人好战的热血在支撑着他，他的善良之心在支撑着他。悟空突然发现出现了众多的比鲁斯，从各个方向朝悟空发射破坏弹，破坏弹爆炸产生了巨大的能量。比鲁斯高兴地以为自己胜利了。悟空突然说了一句，还没有结束。悟空在一团烈火中慢慢显现，朝比鲁斯急速飞驰而来。悟空使出超越极限的力量，将比鲁斯推到了地球之外。所有人都看着悟空，包括比鲁斯都被悟空的精神所打动。悟空轰然倒下，急速下坠的悟空脑子里浮现出了需要他保护的地球和他在乎的人。悟空突然又爆发出战斗力，比鲁斯因为他的再次发力都惊讶了。悟空使出最强大绝龟派气功，整个地球又被笼罩在白光之下，一颗巨大的能量球呈现在悟空眼前。比鲁斯一个弹指将整个能量球推向了悟空，悟空使出全身的力气在顽强抵抗。比鲁斯说，你不要再硬撑了。悟空让他闭嘴。悟空为了他要保护的人发出最后一击，将能量球彻底打爆了。悟空彻底倒下了。我看到这里对悟空肃然起敬了，这就是龙珠屹立不倒的精神，永远不服输，永远热血。悟空在太空中缓缓下落，却对比鲁斯说，神不是可以随便左右人类命运的。贝吉塔看到急速下落的老伙计，赶紧让乌天他们躲开，准确地接入了悟空。贝吉塔就是这样，铁汉柔情，善良好丈夫。比鲁斯也慢慢地飞了过来，大家都异常紧张，大家都在等着这位破坏神的宣判。悟空强撑着身体向比鲁斯求情，但比鲁斯依然发出了破坏弹，但破坏弹并未打到地球。再看比鲁斯竟然睡着了，所有人都惊讶了。维斯给大家说了声再见，就带着比鲁斯飞走了。维斯叫醒了装睡的比鲁斯，比鲁斯说，地球真的是不可思议，悟空他们又一次的拯救了地球。话说悟空的饭量是真的大，本来要毁灭地球的比鲁斯
物一拳，这怪物吓得赶紧逃跑了。原来他是害怕狗狗啊！大使看到狗狗也逃跑了，还献上了星球最高礼仪。悟空隔着玻璃看到发飙的琪琪，吓坏了。悟空说：“今天没办法回家了，看来我们的宇宙英雄也是个气管炎呐。”小鸡王神神色凝重地看着宇宙，再看老鸡王神，一脸色眯眯的坏笑，两个手在比划着，就是那个位置，往右一点，对，再往右一点，好样的。突然，小鸡王神挡住了他的视线，这难受坏了老鸡王神。老鸡王神说：“看，那边有个飞碟！”一把推开了小鸡王神。等他再看时，什么都没了。小鸡王神顺着老鸡王神的视线看了过去，原来是两个独角仙在打斗。老鸡王神说：“你以为我在看什么？”小鸡王神一脸的尴尬。和平时期的悟空又开始了耕地的工作，这地耕的真是没谁了，在拖拉机上竟然都睡着了，任由车子自己乱跑，还差一点掉下了悬崖。库林突然飞过来了，悟空开着拖拉机差点撞到了库林，拖拉机在一棵树下停了下来，悟空恰巧也醒了。库林听说悟空还在地球上呢，过来找他来玩。库林看着现在的悟空，回忆起了他们小时候在武天老师那里修炼的时光，看着他们小时候，让我也想起了每天下了学赶紧跑到发小家里等着看龙珠的情景。那时候的人们虽然穷，但是过得都很开心，两个人也陷入了无限美好的回忆中。库林话锋一转，让悟空打他一拳，他想见识一下悟空现在有多强。悟空一拳打了过去，将库林整个人都打出去了。悟空打算用瞬间转移去接住库林，结果没有接住，库林一下撞到了身上，打的那叫一个惨呐！18号给库林擦药，库林痛得直蹦。看着体贴的18号，多亏了库林当年向神龙许的愿望。贝吉塔一心想超越悟空，一个人在裂缝中修炼着。维斯正吃着美食，一口咬下去，那个美啊！好喜欢他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等会儿，维斯怎么会与布尔玛在一起呢？难道出轨了不成？原来自从上次来地球之后，维斯经常来品尝美食。贝吉塔修炼正好回来，不为布尔玛一顿数落，整得到处脏兮兮的。贝吉塔忽然发现了维斯，顿时惊讶万分，立马问他：“你怎么在这里？比鲁斯来了吗？”维斯不理睬他。贝吉塔怒气中烧，但是发现维斯身上有令人生畏的气息。贝吉塔问他是何方神圣，维斯说：“我是比鲁斯的师傅。”这让贝吉塔震惊了。贝吉塔立马跪下求维斯教他修炼。维斯说：“想让我教，必须先成为破坏神。”这怎么能难倒机智的贝吉塔？贝吉塔开始了各种美食推荐，各种表演。不过这些美食维斯都吃过了。贝吉塔灵机一动，拿出了地球最好吃的美食——泡面。维斯一脸怀疑地看着泡面，吃下了第一口。没想到如此好吃，维斯整个人都花枝乱颤。果然，被美食征服的维斯带着贝吉塔去了破坏神星球。时间好快啊，小芳已经来到了这个世界上。撒旦正陪着他的外孙女玩呢。小芳真的是可爱，跟我的宝贝一样可爱。悟饭急急忙忙的下班回来就急忙变身赛亚超人，与撒旦一起玩耍了起来。我发现自从跟了撒旦，悟饭的智商也开始归零了。琪琪大包小包的来了，看到两个人在这样丢小芳，立马阻止他们。悟饭说：“小芳有赛亚人的血统，这点小事无关紧要的。”这怎么能行？琪琪一心想让小芳成为一个淑女，而撒旦想让小芳成为武术家。两个人一顿争执，最后不欢而散。布尔玛正在车里坐着，两个强盗将布尔玛精心准备的妆容都弄花了。布尔玛气得急忙去追赶两个坏蛋，没想到追上后看到了库林小警察。库林也真是的，布尔玛帮他制服了坏蛋，还给布尔玛开了超速罚单。悟饭给所有人打了电话，这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原来是琪琪把所有人都赶出去了，不准接近小芳。他和比蒂里在屋里，琪琪让比蒂里好好规划小芳的教育。最后布尔玛出马给琪琪沟通，布尔玛与琪琪坐在一起，没想到两个人一顿抱怨，说赛亚人都不懂女人的辛苦。这话怎么听着这么耳熟？嘿嘿，布尔玛说道。贝吉塔半年没回来了，他在外面偷听的悟空一下破墙而入，把布尔玛吓坏了。布尔玛说贝吉塔去跟着维斯去修炼了。悟空惊讶万分，也想跟着去。琪琪坚决不允许。库林提议让悟空感受一下贝吉塔的气，但是悟空完全没有感受到，悟空就跟着了魔似的，整天黏着布尔玛，连布尔玛洗澡都不放过，被布尔玛一顿狂揍。布尔玛气呼呼的给悟空送来了一个手机，说维斯来了给他打电话，但是恰巧被琪琪看到，看琪琪的眼神是在怀疑什么呀？两个人着急忙慌的解释。悟空说布尔玛要给小芳开个满月派对，这正合琪琪的胃口，夸赞悟空是个好爷爷。接下来悟空每天都是盯着手机，悟饭似乎察觉到老爸有些异样，悄悄的在后面跟踪。悟空接到一个电话就赶紧飞走了，原来维斯真的又来了。悟空也拜托维斯让他一起去跟着修炼，维斯说是时候了，就答应带他一起去。没想到琪琪气呼呼的飞过来，琪琪坚决不允许悟空前去修炼。
任谁求情也不行。维斯看情况，悟空无法脱身，起身要走，悟空一把推开琪琪，急忙抱住了维斯的大腿。如果你作为一个女人，会允许自己的老公去追逐她的梦想吗？悟空通过软磨硬泡，终于让维斯带着来修炼了。悟空已经快憋不住了，想直接在路上撒尿，维斯坚决不同意，告诉他如果撒尿直接把他送回去。悟空痛苦地忍住了，终于来到了比鲁斯星球。这星球看着阴森森的，玉言云与贝吉塔正在等候大驾。玉言云早都告诉了贝吉塔悟空会来，两个人真是又爱又恨，又是一顿吵吵闹闹。悟空嘲笑贝吉塔穿着小围裙，贝吉塔顿生尴尬。维斯说：“你不是要小姐吗？”这一下提醒了悟空，赶紧跑去上厕所了。贝吉塔带着悟空来到了比鲁斯的寝宫。贝吉塔说：“不要碰沙漏，会爆炸的。”两个人来到了比鲁斯床前，贝吉塔丢给悟空一个围裙，让他穿上。贝吉塔说：“给比鲁斯换床单被罩，但千万不要吵醒比鲁斯。”比鲁斯刚醒来的时候脾气特别大。悟空一听，好简单呐！悟空跃跃欲试，大声说了一声：“动手吧！”比鲁斯突然坐起来了，吓坏了两个人。他俩随时准备战斗，没想到比鲁斯倒头又睡着了。两个宇宙最强高手就这样等候着。悟空飞到比鲁斯跟前，说比鲁斯的睡姿跟个傻子似的。突然比鲁斯睁开了双眼，悟空吓得赶紧敬了个礼，又缓缓地闭上了眼睛。还没等悟空休息呢，比鲁斯一个扫堂尾，将悟空给扫出去了，撞到了墙上。贝吉塔正给悟空说着话呢，比鲁斯一脚踢了过来，正好将贝吉塔踢到了沙漏上，沙漏立马要爆炸。悟空一个瞬间转移，将沙漏带给了维斯，砰一下将维斯的发型都炸乱了。悟空又上前看比鲁斯睡着了吗？没想到比鲁斯一把抓住了悟空，然后将悟空整个人给锁住了。贝吉塔趁机赶紧换了床单被罩，然后唱着摇篮曲喂给比鲁斯一个咸鱼干。俩人又开始做起了其他家务，又是刷墙，又是刷鱼缸，又是除草的。看两个人干得还不错，维斯要带他们两个人去修炼，给了他们一个千钧坠。两个人都试过了，完全抬不动啊。维斯说：“抬着千钧坠绕星球转一圈，千万不要掉下去哦，下面是异次元世界。”两个人越走越快，玉言云一溜小跑飞过来，维斯一下将他们变到了比鲁斯面前。也不知道比鲁斯说了句什么，接着发出一个嘴炮，直接将两个人给打残了。一天的训练结束了，悟空倒头就睡了，而贝吉塔却还在偷偷的修炼。维斯让他们跟自己过招，但是他俩完全碰不到维斯。维斯说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不能自由做出反应。宇宙中突然一道光闪过，两个类似于维斯和比鲁斯的人出现了，瞬间将眼前的一个星球给破坏了。这人是谁？画面上来就看着那么阴森恐怖，黑蝙蝠在岩浆上方飞了过去，一会儿又飞到了极寒之地。在海水的下方有一个像天堂一样的世界，飞过来一个小精灵，小精灵呼朋唤友，招呼来一群小精灵，大家开开心心的围着一个小球在玩。诶，这难道是个人吗？原来是我们的弗利萨大魔王啊！精灵正逗他呢，让他笑一下，可把我们的弗利萨大王气坏了，大叫了一声。索尔贝的宇宙大军已经损失60%了，这让索尔贝痛心不已。再这样下去不行啊！索尔贝深思过后说，要让弗利萨大王复活。塔古玛说，弗利萨能消灭对手吗？索尔贝告诉他，弗利萨一个人就能完爆所有的对手，因为他的冷酷无情被整个宇宙称之为恶之地。弗利萨一个手指就可以将一个星球给毁灭掉。索尔贝决定要去地球找龙珠，将弗利萨大王复活。这边悟空与贝吉塔还在进行着修炼，看着情况两个人还是没有进步啊，无论车轮战还是混合双打，完全触碰不到维斯，还被维斯趁机在衣服上画了一个符号。维斯指出了两个人的缺点，说贝吉塔太过于紧张，无法发挥出全部实力。维斯突然转身偷袭了悟空一下，说悟空太过于自负，容易麻痹大意。维斯分析的非常有道理啊，比克真成了悟空他们家的全职保姆了，现在正帮悟饭带孩子呢，做出各种搞怪动作逗小芳开心。悟饭夫妻他们回来了，比克忽然感觉到了前方有一股邪恶的气息。比拉夫一伙可真是厉害，居然找到了7颗龙珠，他们开心的不得了，正在畅想着美好的未来。突然索尔贝出现了，让他们乖乖交出龙珠。索尔贝控制着比拉夫一伙，让他们召唤出神龙。他们是真的不舍得，费尽了千辛万苦才找到了龙珠。比拉夫说，神龙出来吧，天空顿时黑暗，神龙又帅气的出场了。索尔贝说，让弗利萨大王复活吧。神龙告诉他，没有办法让弗利萨复活，因为在很久以前他被切成了碎片，没办法。最后神龙给他们了一堆碎片，然后神龙让他们说出另外2个愿望。索尔贝正想着呢，比拉夫他们竟然抢先一步说了出来，一个要了100万，一个要了1箱冰激凌，真是太浪费了。索尔贝正要收拾他们，因为怕被赛亚人发现，赶紧走了。索尔贝正在利用再生技术让弗利萨复活。这边扫地的悟空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具体是什么也说不清楚。弗利萨的气场太强大了，将所有人的能量探测器都整爆了。弗利萨缓缓地走了出来，一脸的坏笑，看来弗利萨要开始他的复仇之旅了。